山，高山催着俯首成朵花。天再高地再大，一颗女人心全装下。我若踏向火海，火海枯竭，万物又发芽。乾坤转风华，尽是女人天下。我若踏向火海，火海枯竭，万物又发芽，是女人天下。女儿要做皇太女，要手握大权，要干一番大事。你指的大事，是不是杀死采梅害孟凡之举啊？不止，凡是对不起女儿的，女儿都要她不好过。你指驸马重训？还有就是皇兄，太子。太子似乎跟果儿没有什么过节啊。怪只怪皇兄与孟福相恋，只有让皇兄痛苦，孟福才会伤心。孟福伤心，孟凡才会生不如死。你就这么恨孟凡？女儿与孟凡的情已断，是他让女儿知错难返。如今的女儿对孟凡只有一个恨字。好，恨。人懂得恨，才能成大事。所以，女儿这个皇太女是坐定了。女儿啊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你应该看得更远些。母后的意思是？女儿啊，女儿，你梦见了五谷神，为娘我却梦见了太上皇。哼，太上皇，太上皇，我对他的种种德行，是心存挂念，一刻也未曾忘过。禀皇上，边陲告急，突厥调集军马，似乎另有图谋。突厥可汗得知金城公主和亲吐蕃，以为大唐拉拢吐蕃，心存记恨，蠢蠢欲动，并不为奇。皇上，突厥可汗并非冲动鲁莽之人，今番我国与吐蕃两邦结亲，可汗对此应有所顾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金城公主结亲吐蕃之事进行得顺利吗？回禀娘娘，一切顺利。既然结姻亲如此奏效，不如依葫芦画瓢，也与突厥结为婚盟。突厥可汗只有一个独女，何以和亲呢？啊，既然公主可以远嫁，那太子也可以迎娶。可以一试，可以试一试，万万不可！启禀母后、父皇，儿臣认为此事绝不可行。太子何出此言呢？本宫犹新记得，昔日你提议安乐公主和亲，是振振有词，句句铿锵，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何以如今异地而处，就坚决反对了呢？皇后所言极是。要太子迎娶突厥公主，一来可显我大唐善意，二来又可以牵制突厥，一举两得。启禀皇上，和亲之意诚然可行，但需要双方都同意。如果突厥可汗反对的话，那最后也只能是我朝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龙基说的甚是。皇上，还不如立即派使者前往突厥，磋商此事。
既然众大臣、皇后都表示赞同，和亲之事就此进行。太子，你没有异议吧？儿臣，遵从父皇之意。这样就好了。别动！怎么了，福儿？叫你别动啊！让奴婢将太子殿下的包袱给拿下来。包袱？我哪来的包袱？别动！呀！哎呀！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我看看，这里面有万民的福祉、匡扶社稷、鞠躬尽瘁、大唐将来。哎呀，哎呀，难怪让你喘不过气呢。福儿，你这个鬼丫头！不如叫鬼丫头帮你倒杯茶，提提神。哎，福儿，等等，你别走，陪我聊天吧。太子想聊什么？聊什么都好，不如就聊聊你今天做过什么吧。我啊，不瞒太子，奴婢失责。奴婢今天整天只做了一件事。你做了什么事啊？那就是想着、念着、挂着太子，其他的呀，什么都没做。你是拿我当偷懒的借口啊？人家真的是想念太子吗？人家每天求神许愿，就是希望太子可以顺顺利利的呀。福儿，你为我许愿，那你自己呢？有什么愿望？当然有啦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太子他日登基之后，可以为大唐谋福祉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千秋万代。好了好了，你的愿望真就那么简单吗？这哪叫简单啊！我要除奸臣，灭小人，上承大业，下安百姓，福泽天下，平定边疆，少一样都不行呢。福儿，这个任务太艰难了，充军可能担不起，做不来，恐怕要有负厚望了。太子是人中龙凤，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？哎，书中有云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福儿，之前我要你多读书，没想到你全部都听进去了啊！福儿多读诗书，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辅佐太子，为太子分忧啊。我的好福儿，不是你的鬼丫头了。当然不是了。姑姑这壶诗风明前龙井，果然芳香一人，清淡味甘啊。素闻贤侄是懂茶之人，果然所言非虚。太子对茶同样有所认识，下次大可一同邀约，这样三人对饮更添雅趣。和亲之事未决，恐怕太子也没有闲情茗茶吧？不出门而知天下事，姑姑身在深宫之中，但仍心系国事。可知太子心意如何？
此事事关重大，太子仍然没有决定下来。重俊单纯耿直，生性比较冲动，欠缺冷静。纵然大是大非之前，他也不能一睹全局，反而会错下决定。姑姑的意思，太子理应顺应国情，与突厥和亲。和亲一事是皇后的意思，如果太子敬畏皇后，就应该顺了她的意。金城公主远嫁藩邦，太子又婚配异族，如此笼络藩邦，实在是有损我大唐天威。太子现在这样犹疑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在宫中岂有真正的道理可言？如今太子娶也不是，不娶也不是，真是进退两难。万一落人口实，以为太子顾念一己私欲，不肯以国家为重，这罪名恐怕是太子也担当不起吧。皇后此举实在是陷太子于不义之地。那皇姑可有良策为太子保名声？本宫早就不问政事，你好像问错人了。不过倒是应该有一个人可以帮到太子。谁呀？在朝中最近有一道流言，说安乐公主才智双全，如果她当上皇太女，会比太子做得更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或许她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太子。此等谣传，真不知道究竟是从何而来。空穴来风，岂会无因？不过有人这样夸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最开心的应该还是皇后吧。太子，和亲的事情想好了吗？皇后实在狠毒，竟然想出了这个办法，着实令我进退两难。太子还是应该顺应皇后的旨意，否则激怒突厥，和亲不成反而会引起战乱，到时皇后就有借口说太子轻重不分，祸及国民。如此大罪，只怕会令皇上罢黜太子。能不能够做太子？崇俊一点也不在意，只是不想对不起一个人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孟府。福儿对我情深意重，你要我如何向她开口？我要另娶他人。这有什么难以开口的？皇帝3宫6院，孟夫就算做不成皇后，但至少可以当个妃子，这已经是她最大的福气。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，真的可以忍受雨露均沾。成大事必有所牺牲，若朝中大臣能像太子一样，心无一志，那百姓就有福了。为政者，唯一尽心尽力的就是为百姓谋福。当官的若能为百姓着想一分，百姓就可受10分之惠。上若能吃一点苦，民则沾万点之力。只是这点苦，对崇俊来说，实在是太苦了。小乔，真漂亮！你想玩吗？来嘛！
啊，飞得高！哎，您看看，做的真不错。福儿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自己选，我送给你。不要，哪一个吧？莫非要自己买？多少钱啊5文钱。哎，谢谢啊。给。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人家说，风筝转，时运转，时来运转，福贵到。我们去看风筝吧。我放一个号。走吧。累了吧？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下吧。哎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喏，你看。奴婢多谢太子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既不是奴，也不是婢，你是我最爱的好福儿。这里的风景好美啊！是啊，真的很美。要是能永远这样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们不回宫了。只要我们两个过得开心，我们两个能在一起，在宫中或者在宫外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！太子如果流落宫外，那就不能登基做皇帝，一展宏图了。做皇帝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太子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挫折啊？其实，太子只要坚持到底，不管前路多难走，都可以冲过去的。有福儿陪在太子身旁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都可以闯过去的。可这个难关，闯过去实在是太难了，而且这个难关，只能我一个人过。福儿，你是没有办法能够陪在我的身边。那是什么难关啊？父皇为了平定外族的侵扰，他命我娶突厥的公主。太子要成亲，这是逼婚呐！那太子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拒绝呀。你要我怎么拒绝？皇命难违呀！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是太子的人了，你要我如何自处？福儿，你放心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。可是你说过皇命难违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违抗圣旨，那是死罪。迎娶公主之事，
的福儿出宫游玩，就是要告诉我这个消息。什么共享良辰美景，什么花好月圆，都是骗人的。其实你是要跟福儿斩情丝、断情谊。不是的，福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，我不要听你满口胡言，没想到深宫夜静会是这样的安宁。没有了那些朝廷上的狰狞，就会让人的心境变得特别的澄明。连星星都这样灿烂闪亮。你懂得怎么看星星吗？不懂。王希明的单元子部天歌，创立了28星宿之说，以7宿为一象，分为4象。你注意看南边的那一片星星，像不像一只大鸟？被你这样一说，真的有点像啊。他们的星宿之名，按顺序说就是景、癸、流、星、张、羿、轸，这个就是南方朱雀7宿。没想到连看星星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啊。那先谢过郡王爷了。你笑什么？孟凡和孟福入宫多年，从来都是苦中作乐，没想到这段日子似乎交到好运气。我们姐妹俩事事顺心，真是难得的福气。郡王爷为什么叹气啊？没什么。太子跟孟福这一对，开花结果恐怕不太容易。太子殿下跟孟福，原来郡王爷你也知道啊？你要知道，本王与太子感情甚笃，我们两个是没有秘密的。原来是太子殿下告知，
殿下是真心对待孟福的了。真心又如何？身在帝王家，本来就是身不由己，很多事情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要太子娶突厥公主。太子要大婚，那孟福岂不是放心做妇？这件事也怪不得太子，因为并非出于太子所愿。太子也是被逼无奈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太子要大婚，小福要是知道，必定肝肠寸断，一定会受不了。小福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姐姐，我不想活了。你干嘛说这样的傻话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要再哭了，你让姐姐看着心疼啊！是不是你又做错了什么事啊？还是你被人冤枉，受责骂了？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错，错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太子殿下？姐姐，你不要再提他这个人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好好好，我不提了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别哭了，小福。傻丫头，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我的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彻彻底底的傻，我是一个傻丫头。姐姐，别哭了，小福，乖，别哭。姐姐。洗个澡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然后呢，乖乖睡个好觉。宫中不愉快的事，十有八九，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？事情总会过去的，就算再深的伤口，也会有痊愈的一天。你不想说话就算了，等到明天鸡鸣之时，就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
床了，小福。小福，小福，该起床了。怎么发热了？你怎么生病了，小福？小福，小福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要回东宫去。你休息一天再说吧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？有些事一定要今天解决。福儿，奴婢向太子请安。福儿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奴婢侍奉不周，罪该万死，请太子恕罪。福儿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没有办法再伺候太子，请太子把我调离明德殿。你要走？是，太子大婚在即，福儿无能，没办法伺候您与太子妃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走。你不让我走，你要福儿眼看着你跟太子妃每天恩爱的样子吗？你要我天天忍受心如刀割的痛苦，这不是跟死一样吗？那就请太子放过孟府，不要让我活受罪。事到如今，我心里面真是这么想的。恐怕这是我储君还愿意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你的心真那么狠？是你要我放你走的。我要走，你可以留啊！你是太子，你要留我能走吗？想不到我孟福在你眼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奴婢。福儿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心死了。福儿，福儿，福儿！刘御医，孟福得的是什么病？怎么会突然间昏厥呢？回禀太子，孟福他没病。没病？怎么可能？没病怎么会突然昏厥呢？啊，孟福是体虚气弱，稍有风寒，体力透支，所以才昏厥的。观其脉象，搏动有力，是喜脉啊。喜脉？孟福，他有了本太子的骨肉。那太子要下官如何开方啊？你这话问得真奇怪，当然是依正开方了。那太子是要下官开安胎药呢，还是滑胎药？此事事关重大，请太子三思。但孟福怀的是本太子的血脉啊！哎，宫女和太子私通，还诛胎暗结，这可是大罪呀！依微臣愚见，还是请太子当机立断，否则日子久了就难再掩人耳目了。
到时这恐怕大小都难逃一死啊！够了，此事本太子自会妥善处理。要是宫里面有任何的风声泄露，第一个死的绝对是你，知道吗？微臣必定守口如瓶，请太子放心。下去吧。是。福儿，你放心，一切自有我重俊替你担当。本太子绝对不是个始乱终弃之人。回禀皇上，使者回话，突厥可汗对于缔结姻亲之事大为赞同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此事可行啊。太子的大婚要火速进行啊！一来能借此平定边患，二来边关的将士也得以喘息，老百姓也能暂避战火，这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！大婚之事岂可儿戏？更何况与突厥结为婚盟，着实必多于利。皇儿何出此言？禀父皇，儿臣今日若娶了突厥公主为太子妃，他日太子妃即为皇后之选。试问我李姓泱泱大国，怎能容忍一个外族女子来母仪天下呢？更何况此举恐怕引起吐蕃的不满，案已生变，届时是祸是福，仍是未知数。所以，大婚之事，儿臣恕难从命。恕微臣糊涂，臣记得当日太子力主安乐公主和番，以为结姻亲而免干戈，为什么如今竟讲结姻亲而动干戈呢？臣也记得，太子认为缔结姻亲能将我国风范教化蛮邦，而今迎公主入城，比送公主和亲更能彰显大唐气量，不是吗？皇儿，众卿家的见解，你有何辩说啊？总之，大婚之事，儿臣认为实不可行。太子，你是一心为国而绝不可行呢，还是存有私心而绝不可做？要儿臣娶蛮夷之女，实不可行，亦不愿行。荒谬！请太子慎言。你身为太子，竟为了顾及一己私利，忘却国民福祉，是大错特错。哼，当初让他当太子就是个错误。儿臣只想送母后8个字：聘姬司臣，为家之所，还望母后能有一番顿悟。放肆！你竟然出言侮辱皇后，大放厥词，岂是太子所为？正是因为儿臣身为太子，所以遇到事情理应辅佐皇上，遇事议政辅政，直言改进。倘若皇上要的是一个遇到事情只会退缩的太子，启禀父皇，儿臣宁可不为。好，那么朕就成全。皇上，废黜太子兹事体大，非同小可。如今，请太子慎言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慎虑啊！皇上，太子年少气盛，一时冲动，口出狂言，还望皇上恕罪呀！皇上，皇上恕罪呀！恕什么罪呀？既然你对太子这个位置毫无留恋，朕自会慎重考虑此事。退朝。实在太过分了。
在朝堂之上出言不逊。这个重俊，心高气傲，自恃太子身份，气焰逼人，口口声声说以国为重，以民为先。哼，可今天看来，他是口是心非。不过是和亲突厥公主嘛，他就败露心声，逆背太子之位。其实皇兄并非不以大局为重，只是皇兄太重情义，才会坚决拒绝和亲之事。此言怎解啊？皇兄对婢仆爱护有加，主仆情谊非比寻常啊。重俊与宫婢私通。哎呀，女儿，此事重大，不可道听途说呀。女儿并非道听途说之人，此事是女儿亲眼所见的。那天风和日丽，女儿同一婢仆游湖赏花，却看见皇兄同一婢仆手牵手，态度非常亲密。父皇和母后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传其他宫婢，他们都在场，也一一看在眼里了。放肆！重俊失德失行，将来如何成为一代明君？父皇，您真的要废除皇兄吗？